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晚的8点到10点呢，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与大家互动，为您的情感困惑答疑解难，更有机会连麦交流。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他们遇到了怎样的问题呢？赶紧来有请他们出场，请开门，欢迎你们，欢迎大家。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雨32岁，来自河北，运维工程师；小雪29岁，来自内蒙古，兼职销售。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眼中的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哪儿都懒，就嘴勤快，跟我吵架特别专业，每次都能给我气冒烟了。他是个生在福中不知福的人，我平常跟他吵架也都是因为爱他，但是他跟我吵架的时候却跟训儿子一样。你觉得你们的感情出现了哪些问题？我觉得他是懒得跟我谈恋爱，而且一直走嘴不走心，还有他对我斤斤计较，自己还拿钱养着他的前任们。他嫌我胖，嫌我懒，嫌我不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在我看来那就是爱我爱的不够纯粹，不能包容这些缺点。哎呀，挺多矛盾啊！谁先来说一说？嘴勤的你不先说呀？我不想来，他要来的。是我想来的。行，我觉得他就是在追我的时候还是挺积极的，对我还是挺上心的。追到手了之后呢，反倒我觉得他对我一点都不上心了。刚开始的时候，他为了老见面，他搬到我们一个小区去住去了。平时他买快递什么的，他也不填他家地址，他填我们家的。然后他隔个2、3周他才来取快递，一小车去拉走。有一回我感冒了，生病了，我说在家给他打电话，我说那你过来照顾我一下吧，你给我做个饭。然后他说行，那你等我一会儿。过来没一会儿，有人敲门，我一开门是个外卖小哥给我送感冒药。他跟我说你吃完了喝点热水休息休息就好了，我过去也没有用。本来就是嘛，没什么问题吧？我就问你好没好嘛，是不是好了？我说我自己不会点外卖吗？哎，这个小雨，你不是为了追他住到一个小区了吗？啊，对。那你咋不去敲门啊？是这么回事，老师。其实我觉得吧，他老说我懒嘛，说他的意思就是我懒得去给他送这个东西。但在我看来并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我觉得我这种生活方式就是这样的，比较悠闲。然后有这个功能，他有这个跑腿，为什么咱不利用呢？对不对？那你没陪他，你在家干嘛呢？打游戏呢。游戏比我都重要，游戏比生病的你重要。你要不生病吧，还能陪他吃喝玩乐。是，我就觉得他天天在家这么待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吧？老师也能看见他这体格也挺壮实的，他200多斤，我就想着让他去锻炼锻炼。你不愿意去锻炼，那在家里跟我一起做做家务，周末的时候你还能说运动一下，总比在那打游戏强吧？是吧？因为我前任嘛，他就260斤，我就是通过一点点的让他去运动，然后瘦到了220。我说那既然有前任也行，应该你也可以吧？我就说那咱一起做家务，他也答应了。有一次我周末不在家，等我回来之后，我发现他在那还是打游戏呢，然后他的一个哥们儿在那给我又拖地呀，又洗衣服的啊，又提。不是媳妇儿，你做没做？你叫你哥们儿来怎么回事啊？我本来我就有点小洁癖，你要他弄我衣服，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膈应呀？不是老师，那个就家政公司，咱们是不是也都不认识？你干活找家政公司不也是找陌生人吗？我干活我自己也能干，我是不是说了？哎呀，他人缘还不错，还能把朋友请来给女朋友收拾屋子，可以。是人缘还挺好的啊。哎，你刚才叫他什么？叫他媳妇儿啊？平常我男女朋友都处1年多了，没什么问题。那你俩想过这个做媳妇儿的事儿吗？想过呀，我跟他妈也跟我聊过这个事儿。我带他去见过，我觉得他也比较那个憨厚嘛，我就说想让父母帮我看看适不适合在一起走下去处一下。然后我父母就觉得这小伙子还行，说你俩如果就相处时间长的话，看看早点结婚，早点要小孩，因为我父母这边年轻，说也可以帮忙带。他听完了之后回家就跟我不乐意了，说啊我不想要什么小孩，我觉得我自己过也挺好的，我自己都懒得照顾，我还照顾小孩，你要想要孩子，我给你去领养一个去。我是真不想要小孩，老师，我就觉得那个0到3岁这阶段就特别麻烦。你说那把屎把尿，我说句难听的，我自己照顾自己都费劲。所以说我给你找个领养的不行吗？领养的那是跟我一样的吗？那是我亲生的，那能一样吗？您那思想怎么就跟我奶奶那一辈似的？咱都什么年代了？非得亲生的？
哎呀，反正这个生孩子这事儿他是不愿意哈。那这结婚这事儿是不是就先放在一边了？对，我就想着是不是以后能把他改变一下呀，对不对？改变一下这个态度。你先观察观察他这个人行不行？对，别着急结婚。对，人好就行呗。好吗？人还挺好的，平时他也会给我做一些好吃的饭呀，陪我一起玩玩游戏呀，我觉得还挺好的，没有什么别的缺点，是吧？当时还没有发现其他的问题呢。后面我就发现了，他手机里有女的给他发消息。因为他之前处过4任女朋友，然后有2任女朋友可绿茶了啊，老师就老找他借钱啊，哥哥呀，你能不能给我一点钱花呀？我没钱了，没钱交房租了。他直接就嘣儿都不打，就给人转个300-500块钱。还有一个女朋友开奶茶店的，刚开始跟他开奶茶店，后来他俩分手了，就那女生她自己干，可能生意不太好吧。然后他这边就是说我生意不好，你能不能给我转个1-2千？他也是直接给人转1-2千，我就感觉他好像那傻白甜，你分不清楚啊。力所能及的事儿。你跟我平时你1000块钱的东西你都说没有买过啊，你给他们一转就1-2千，你一月挣多少？你一月就5-6千块钱，是不是啊？他们没钱了，你这边自己手头也不富裕了，你就去打游戏做陪玩。他说这个事儿我不否认，但是我跟那个所有的女朋友，他说那2个前女友是没有任何的暧昧或者说不当的那种言语沟通，因为我手机我连锁都懒得上那个锁，我就摆在面前，他乐意看就看，因为我问心无愧嘛。还了没有啊？其实我说句实在的，在我看来那就不叫借，都没有还，就给他了也无所谓。哎呀，我的妈呀！就是免费提款，你就是免费提款，他没父母吗？我能跟他们这些人认识，我觉得就是一种缘分，挺不容易的。情侣我做不成了，我做个朋友嘛。不是，你这意思是以后人家要跟你要，你还给？我看就是。他跟我说过这个事儿，这意思就是让我再给的话就跟我分手。但是我说句实在的，我不舍得他，反正尽量尊重他的想法嘛。什么叫尽量是给还是不给啊？那不给了呗，那怎么办？你可真行！你要是觉得他们好，你可以跟他们复合去。没有的事儿，媳妇儿，你也看到我跟他们对话，哪有一丁点的那种方面的东西？叫我出去玩，我从来都不搭理他。那他们怎么说叫你出去一起吃饭去？想你了，这些话有没有啊？我有女朋友了。我跟我前任都没有联系，你干嘛还跟他们有联系呢？你就算哪天咱俩真是分手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对不对？你俩现在在一起，他不说你都舍不得买吗？你听他说，我没给他花过1000块钱，你自己问我没给你花过1000块钱吗？就你给我花过，是有花过1000块钱，我就意思是说，你给我有转过这些钱吗？有吗？你没找我要过呀，平常咱们正常生活你需要吗？我跟你处对象，我还要去找你要，我找你要，那不成乞丐了。迫不得已了，他抹不开这个脸皮，能找我张这个嘴。再说也不光这一个事儿，他除了这个事儿之外，还有很多，他就是找我的麻烦。你就比如说工作方面的事儿，那是我找你麻烦吗？我们听听是不是找麻烦？你说不是找麻烦，是因为我年底的时候我辞职了，我这边跟老板闹得特别不愉快，因为我之前工作是文员嘛，然后老板答应我说干了2年给我升职加薪，然后那天我说老板咱们什么时候说给我升职啊？老板说那你工作干得挺好，我就给你升职吧。我以为就月底的时候他会给我涨工资，结果我的工资还是没有变。然后当时我跟老板就提这个工资的时候，老板就很生气，老板就说我都给你升职了，你还要加薪，你要能干就干，不能干你就走人，那不干就不干呗。我就回家了，我把这事儿跟他一学，他可倒好，反过来批评我说你就是冲动，现在工作多不好找啊，你说要辞职就辞职，你就是使自己的小性子。他把我劈头盖脸一顿说。我说你他是有原因的，他让我去找他们老板的麻烦，就是他让我去陪着他去。我可没让你找我们老板麻烦，我是不是说让你陪着我一起去离职去？我让你去陪着我，我让你去跟老板吵架了吗？你这潜意识不就让我去跟他打一架吗？对，你就嘴里，他住院我赔钱，打输了我住院他赔钱。你就是在家里跟我吵架能干，你出去跟外人你就不行。而且退一万步说，这工作我觉得挺好的，你一个文员一月挣5-6千块钱。这后来呢？你就等于失业了呗？对，我失业了，我就在家了，在家待了有2个月左右，因为快过年了嘛，我就想着过完年之后我再去找个工作。他反过来说我了。你看你还比我都懒，除了在家吃饭、睡觉、打游戏就玩。我说那我失业了，我不在家待着，我能干嘛去？对吧？也快过年了，我上哪找工作去？他反过来说我来了，因为我平时老说他。因为我觉得我每天就正常上班下班，我在家下完班打游戏，他就得训我2句，说你这个不务正业啊，就这那个的。你说他现在他什么也不干，在家就这么一排，我说他2句怎么了？现在找着了吗？现在找到了，老师。现在是我就兼职做销售嘛，然后就是在我还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就在家跟他一起，我们平时就吃饭啊、打游戏啊这些。我也长胖了嘛，然后因为带着他一起去有过一次爬山，他也比较喘，因为查了一下他又有3高这些的。我说这么年轻就3高了。对，然后我就说那要不然一起就是说去健身嘛，锻炼一下，对吧？他不去，他说我可不去啊，我觉得我没什么事儿。我说你没什么事儿，我说你没什么事儿，你1年你去4回医院。
因为他之前有回嗓子发炎了，他1个月最夸张的去2回反流性食管炎，去2回做那个喉镜，然后他爷爷就是口腔癌去世了，他就怕这能遗传他爷爷口腔癌，说我会不会突然哪一天我杆了？你3高你不去，哎，你不去恐慌这个。啊，你俩是总这么你一句我一句的吵吗？在家比这吵的还欢呢，老师，这都我感觉这都弱了。他要真发火了，我就跟他孙子了，我什么也不说，让他心情发泄完之后，我再去照顾他去。这是平常如果他真发火的情况下。哎，不是你们俩吵架谁哄谁啊？到底？他哄我，但是他哄我，他就不管是这个事情是对与错啊，他先承认错误，他先道歉，他不知道到底这个事情他自己发自内心的知道错误了，只要去改了，他就只知道，哎，我认错了，你肯定会好。我只要是还没好，哎，他就转移话题，说带我去吃好吃的去。我之所以能去给你认这个怂，道这个歉，就说明我在乎你。你随便说我能就接受你的这些负面情绪吗？跟垃圾桶似的，你说呗。你如果改了，我能说你吗？你说我懒，我真不觉得我懒。说句实在的，我觉得人生就像一场游戏一样，对不对？他没给我一个非常完美的建模，他也没给我什么属性点、牛逼的技能点都没有。正常的生活方式，我放松一点，不行吗？那你的意思就是你的意思就是我小题大做了呗？哎呀，是不是？你觉得我你俩真可以，你一句我一句，谁也不让谁，机关枪呀，噼里啪啦，我们都插不上嘴。我就觉得他现在是有人了。你别往我身上泼脏水啊，老师！就因为我现在这个工作有同事在追我呢，他追了我1个月，我也跟他说了，我也跟那同事说了，我说我现在今天来干啥的？今天来干嘛的？我今天就跟他分手的。然后跟那个同事吗？没有，我跟那个同事也说了，我有对象，我对他就是感情，我觉得还是比较专一的，不会说有人追我就想跟他分手。就在这个人没有追我的时候，我就有在想，因为我毕竟处了1年多，也有感情了，对不对？我就想着是不是这些事情能忍就忍了，或者是让他改掉啊，我就跟他和好。但是他就一直老说改，就一直都不改。而我觉得就是他那个所谓的那个同事，我是跟他说我有人追求我了，就是想让他有点危机感，看看能不能说你把这些毛病改掉了，对不对？所谓的考验一样，那爱情哪经得住那考验呢？你有男朋友了，他知道你有男朋友，他能追你，他能是什么好人？那人家单身，人家没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吗？他有权益，他追一个有妇之夫的，他什么好人？我看没跟你结婚呢，你现在还是在考验期呢，对不对？但女生那个男生怎么追你啊？什么行为啊？平时会工作的时候会给我说点个饭呀，会如果说我心情不好的话，他也会说安慰我。你吃了吗？他点的饭？没有啊，因为我就说那个人来安慰你，你说什么？安慰我就说谢谢你啊，我觉得他就是想见缝插针嘛。他包着趁虚而入，真的。不是，你看这个小哥，你就不愿意跟人分手，你也知道这男孩现在在趁虚而入，说明你俩关系现在虚着呢呀。他老说我变了，其实我觉得我们没变。那你就是变了，我生病了，你认可打游戏呢都不说照顾我，你叫外卖我不会叫外卖小哥，我叫外卖小哥跟我处对象多好呢。我觉得咱俩就挺合适的。你说你平常脾气那么暴，我能默默的去忍受这些玩意儿，你换别人谁能受了？你完全也不知道我做的事情是为你好。还不是咱把它清晰一下啊，姑娘来今天是要干嘛的？我今天是来跟他分手的。有没有可能说提一些要求他能改变，咱就不分手？平时就是我已经老师我得跟他说烦了，老说他也不改，就我觉得没有什么任何的意义了，我耐心都已经被他磨没了。那你就直接分手就得了呗，你搬走不告诉他地址不就得了吗？我搬走了，我就怕他去骚扰我，因为我们也有共同认识的朋友，我怕他就再去找我去。我就想着，哎，来到这里咱们做一个正式的了断，咱有始有终，对不对？我就不想跟他分手，老师。哎，咱有始有终。因为当时我俩就玩游戏认识的，我觉得特别合得来。然后我就是你游戏搭子，这是我心里话啊，我人可能比较肤浅，我觉得她挺漂亮的，我真不想跟她离开的，这是实话。那人家想离开你咋办呢？挽留呗，那能怎么办呀？你这没有挽留的样啊，你哪像挽留啊？改嘛，你就无所谓，我觉得你无所谓，你离开我了，你照样活得更好。你跟你前女友们，你不有说有笑也挺好。而且咱俩在一块儿，你说我跟你一块儿吃，我是不是又吃胖了？平常也没那么胖，又吃胖了，大家一起胖着呗，无所谓的。我不想像你这样啊。那你要改啥？你说说吧。我改，他不让我跟那个前女友在一块儿聊天，那我就不给钱了，无所谓，就删了呗。啥叫无所谓？这事儿很有所谓，你做的不对，你应该这么说，你还无所谓。我没觉得自己不对，我觉得就当做好事了一样，因为我没跟他们有任何的那个什么。你要没觉得自己做的不对，你就换不回他的那颗失望的心。还有什么觉得自己可以调整的？我也不知道他希望我具体改什么呀，要不你说说呢？没得说了，我跟你。哎呀，行吧，反正女生有好多的不满意在1年当中哈，包括觉得不够关心、不够体贴、不够上进、懒，和前女友们边界不清，诸多不满。你也不希望他改了吗？你不希望我们劝劝他改吗？
改不了。我觉得他这人就已经这样了。能改？你希望我跟前女友断联系，对不对？我虽然说有时候我不理解，因为在我看来，我跟他们是正常的，就是朋友关系，没有任何的这种瓜葛。但是我可以尊重你的想法，对不对？咱们就把这个事儿抹掉。然后你至于说这个孩子方面的这个东西，我还是就是挺不喜欢照顾孩子。但是咱要说照顾的话，我也能照顾，努力呗。胖这个事儿吧，尽可能的我就按照你的要求去改变。你也说了，你前男友什么260斤减到220斤，虽然我没见过他，我也不认识他，他就瘦到220，他也比我胖。但是我能为了你去减，你能不能就是别跟那个就搞销售那个人在一块儿了？我虽然我没见过他，但我总觉得他不像什么好人。你感受到他的诚意了吗？我觉得他就是现在还在敷衍我，老师，平时他就是这样的。我也没感受到，就是先认错，就是认错，让我这个气儿消了。来，两位，你们感受到这小伙子的诚意了吗？我挺站这个妹妹的，我觉得分开吧，因为咱俩情况差不多。我觉得他们男生可能真的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也不会从我们的角度去考虑，所以我真的很支持你，坚持做你自己吧。我认为这个男同志的话，可能和我现在的心境不太一样。他可能是一个谈恋爱来说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男朋友，但他现在可能不太适合结婚。哦，你俩都劝就不要再往前走一步了啊！对，女生直接说就分了吧哈。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我其实建议你可以把他留下查看再看一看，原因是啥呢？就是他有一种盲目的自信，你知道吗？对，就他的这种盲目自信，其实我觉得取决于是因为他的不自信。他知道他自己胖了，他知道，但他接受不了你说出来他胖。他也知道自己其实给前女友打钱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但他抹不下这个面子，很有可能因为是以前可能是别人甩的他，所以他其实是在干什么？他一直在找补自己的自尊心。我觉得这个人吧，他不坏，他就是什么？他幼稚。就喜欢你呢，是真的喜欢，他不想承认他自己不懂你，你知道吗？他其实知道他不懂，但他不愿意承认，他觉得他就是一味的说我是爱你的，我是在意你的，你为什么总是听不见我爱你？你这样，你1、2、3、4、5、6、7、8、9、10，你给他写出来，留下查看，你说1个月、2个月，你能不能做到？我肯定能做到呀。你能做到吗？能啊。你可以给他一个机会试试看，因为我觉得你们俩没有什么本质上的问题。因为你说他什么，你生病了打游戏或者咋，他有一套他自己的逻辑，你知道吗？还有就是因为他确实是情感经验不丰富，所以他才会做出前任4人。你可以认为可能他前任4人都是因为某种目的怎么样，可能他被骗了。就他其实真的就是个傻白甜，挺呛人的那种傻白甜，你知道吗？就是人不坏。我觉得恋爱可以再谈一谈，但是结婚的话就暂时不支持啊。我老觉着二位好像在很多大事上不一致。首先第一个不一致啊，婚姻预期不一致。小雪说的婚姻预期是包括爸爸妈妈说的是我们赶紧要一个孩子，这是你的婚姻预期。然后小雨的婚姻预期是你爸你妈要非想要咱领养一个，这是一个基本婚姻预期上的差异。第二个，你们在底线上不一致。他认为你错了，你认为我没错，我是为了顾及你的要求，我满足你，我不干那件我并不认为有错的事儿，给前女友钱。对，他就是这个想法。你们在底线上是不一致的。第三个，二位在生活习惯上不一致。小雪认为的生活习惯，咱们一起做家务，你得陪我，夫妻2个要有感情交流。小雨认为的生活习惯是，我叫一外卖送来不是一样吗？然后呢，二位在面对人生的时候，我们态度不一致。一方认为我结婚，我要求对方身体起码要健康，他起码要顾及自己的身体健康。但是呢，小雨认为我32岁，我高血压160也没多高啊。高血压会随着体重的上升、年龄的增长，随着血管的硬化，一天比一天高。你才32，所以你的女朋友说，我们为了长远的生活考虑，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健个身？你不去，你们2个生活态度不一致。小雨，我主要是解释给你听的。你觉得你们2个是一路人吗？应该是吧。啊，你看你都勉强了，没事，你先考虑清楚，就这些差异是不是可弥补的，好吗？然后您再决定咱要不要继续。
好啊，不是一坏人，咱不能说这人跟我不一样，这人就不好，不是这意思啊。我觉得有这么一个现实啊，就是他身上的诸多毛病，比如说他有点胖啊，他有点三高，他有点懒，有点爱游戏，不是一天变成这样的。其实我估计他这种懒的性格，用不了3月你就发现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装不下去了，是吧？对。其实你在大的条件下，你还是一直包容他的。所以你才动过念头说我们见父母吧，父母满意的话我们早点结婚生孩子吧，你是动过这个念头的。如果他当时说了行，我也想要个宝宝，说不定你们真就还走一块儿了。我说的没错吧？对。所以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上，你一定要上来说不行，你这不行那不行，这不好那不好，你不要不承认。你现在生活当中他有一个情敌，你有一个待选目标，这也是一定的因素，而且是重要的因素。我觉得这样不好。就你在一段爱情当中拿一个追求者追你的人的标准去衡量你的现任，不公平。你自己经历过这个追求的过程啊，他追你的时候也好着呢，也跑你家给你做饭呢。爱情里都有一开始的滤镜，重要的是我们滤镜放下之后，我们坦然做了自己之后，就像他那句话，我松弛，我们松弛了之后，是不是真心对对方？所以现在选的这个时间节点把两个人做比较，这个方式不正确。而且你在台上你就一直不断的在数落他，在指责他，我觉得也不太好看。我不相信这个男生身上没有优点，他一定有很多优点，你才会接受他的追求，跟他选择走在一起。那今天即便要分开，咱们体体面面的分开，别指责着人家去分手。有些时候吧，我老觉得人得理性判断。哦，那小雨，我问一下，如果你满足了你女朋友那些要求，你觉得你的生活状态会不会更好？首先第一个，我满足她的要求，我花3月我买一秤摆这儿，我3个月之后我降30斤，我满足你要求了，哎，我身体状况会不会更好？我说心里话啊，老师，我觉得可能并不会，因为我这人有点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我满足你所有要求，我觉得我不是会更好，我会更痛苦，那这事儿大家仔细考虑。所以这就是三观不合。人不可能憋着自己一辈子，我现在为了迎合你，我去承诺，但是我做的时候万分痛苦的，一定执行不下去。三观不合的情侣，那你们就要三思而后行了。我也觉得可能两位真正走到婚姻还路很长，而且道路有很多阻碍，你们自己掂量。我觉得懒不是最大的问题，心懒才是。就你对这段感情，你懒得去经营，懒得去想为什么，而你所有的说的几个问题点，先强调自己说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错，然后说好吧，我错了。你们之间矛盾不就这么累积成的吗？你压根就懒得去思考我的女朋友为什么这么生气，为什么要这么说我，然后呢你就赶紧的去说好了，我错了，咱们这事儿就过吧。实则一件事儿也没过去，久而久之这事儿就越来越大。所以啊，你对这段情感压根就没有深入思考，你值吗？就你为这段情感你的付出值吗？好好思考思考吧。就你的嘴啊，总比你的脑袋转得快。你做的事儿一定是不负责任的，也会让你自己后悔的，就很拧巴。可能你的问题并不在于说原则上、意识上，但你的行为却真真实实的伤害了对方，伤害了你们的关系，而且是很严重。女生，你真的想离开吗？想。你非得要拿出一件事儿来说，你看你要注意了啊，有人在追我，你一定要这么去说才能让他改吗？拿出来之后反而人觉得你有问题，对吧？是你应该保持好尺度，对不对？我没事儿，所以这事儿刺痛不到他。就如同你说你要减肥啊，你要降你的高血压呀，但不如说他自己特别紧张那个，就是口腔癌特别紧张，对不对？你什么都没说，他特别紧张要去做检查，为什么？因为我看过，我爷爷得那病的时候，我在旁边，我眼看着眼镜。对了，因为他现在看不见你要离开他的决心啊，得真实的表达你的需求，而不是用情绪。他会觉得你在闹脾气，你改什么呀？你就在发泄脾气，但是你自己根本就没有说这是我的底线，没有。否则他给一个前任转钱那会儿，你就已经跑了，对吗？
还轮他给第二个前任再转那1000、2000吗？男生就你在台上这个晃的这个劲儿啊，我能够直观感受到的，其实你内心有很多焦虑的东西在，你在应付我们，快点把这个场合应付过去吧，这个赶紧结束吧，结束完这事儿该怎么样怎么样，根本不像你们说的。你把这些我们所有说的话，其实在你那里你没有听进去多少，你想快点应付，就像你平时在应付他一样。你刚才说了一句话，说你因为她很漂亮，你舍不得，你挺喜欢她的。其实你真的不是说因为她漂亮而喜欢她，你是因为她是一个很勇敢的女孩子，你喜欢她。我跟你说啊，你所有刚才做的这种自我阐述、自我辩白，我给你列一个关键词叫害怕。第一个，你拒绝不了前女友，因为什么？你是好人，你怕拒绝了前女友，你的口碑就有影响了。第二个，你拒绝去锻炼，其实你不是不知道，如果3个月减掉30斤，对于你现在这个年龄、这个代谢程度，你的亚健康状况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你不是不知道，但是那样会让你直接去面对你现在出现的健康问题。还有拒绝家务，他可能知道，如果在家务的过程当中和你共同协作，会有各种各样观念上的不同的碰撞，而且还失去了他的懒散和自由。还有一个，拒绝孩子，拒绝孩子是因为他害怕拒绝不了那种无法拒绝的承担，是一辈子的。还有拒绝你辞职，是因为他害怕失去现在的这份安定、安稳和安逸。所有这些东西整理到一起，指向一个关键词，是害怕。但是你恰巧是那个把所有他害怕的东西一股脑都推到他眼前的人，你哪个都不害怕，因为你不害怕，恰巧就补充了他害怕的那个东西，所以他需要你比他喜欢你更多。所以真的分开了，你不会垮，你一定会垮。别再用这种应付我们的姿态去应付你生活当中该面对的那些问题。你们两个刚才一上场吵得我头都大了，就这种内耗式的交流，哪一句你都能怼回去，怕什么呢？你哪一句都是在逃。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就明白你到底为什么今天和他站到这个台上来，那么你的爱情就一定会有救。我给你打气了啊，能不能掌握得住靠你。行吧，好，你们也去思考一下啊，冷静一下，来，先请坐啊，我们听听这对情侣的事儿。来，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李先生29岁，来自山东，销售；赵女士36岁，来自北京，待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觉得你们般配吗？还可以，虽然我比他大7岁，但是我没结过婚，他离异过。你们的感情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刚谈恋爱，他就给我撒了个大谎，而且他好像是带着家庭任务来跟我谈这段恋爱，逼我早点给他生孩子。我们两个自尊心都是特别强的人，而且我们都到这个岁数了，所以说谈恋爱或多或少会有所保留。你最接受不了对方的什么缺点？他是又大男子主义又小心眼，从来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软话。他对年龄比我大这个事儿太敏感了，而且和他前男友不清不楚。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哟，一个说他撒了个大谎，另外一个说这个年龄谈恋爱都应该有所保留。就是我们俩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吧，就是我就都会问过去的婚恋史什么的，这很正常嘛。然后我问他，他也坦白跟我说了他离过婚，我觉得这没什么，然后还正常交往。但是他可从来没跟我说过他还有一个2岁的儿子。
我觉得这就是在欺骗我呀！谁谈恋爱的时候也不能说把自己什么打呼噜、磨牙、放屁直接拿回来说。这跟是两个性质的事儿。对，打呼噜、磨牙、放屁可以不说，这有孩子这事儿，这得说吧？因为是这样，我这孩子这边的这个事儿也是属于我的一个心头刺，然后我也不可能说我们刚认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告诉给你吧。这个是应该坦诚的，我觉得既然我问你了，你就应该坦诚的告诉我，而不是一直欺骗我想的是瞒着等我们处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会告诉你的。最后你不也知道了吗？不是他告诉我的，是我自己发现了他还有个儿子，他也没有跟我坦白说他有。你怎么发现的？我就看见有他跟他以前前妻中间还有个小孩的照片，那我肯定得问，我说这是什么情况呀？然后他才磨磨唧唧跟我说，因为我和我这个前妻也属于老死不相往来那一地步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婚有接近1年半的时间了。孩子归谁？孩子归他。然后因为我们是属于两家之间出现了一些家庭矛盾，我没有抚养权，也没有探视权。然后对于我这边来说，我也不用再去给他这个抚养费。所以说，在我这边意识来说的话，我跟这个孩子几乎就是没有任何联系。所以说，我认为我刚给他接触的之前，我们没有确立恋爱关系，我没必要上来就直接告诉他。就是我对这个事儿，其实刚开始还没有这么生气，但是这个事儿我又觉得很别扭，就是我心里也过不去这个坎儿，也不至于说因为这个事儿跟他分手。然后我就跟我闺蜜聊这个事儿，然后我闺蜜就跟我说你这不行呀，你们俩这感情一看就是从欺骗开始的，那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结果。你别给我提你那闺蜜，我是不是告诉过你，我心头刺就是因为这种事儿，小心眼儿了。然后我闺蜜就说这个你得分，你这种人就是不诚实不守信，这是原则问题，你不能再跟他在一块儿了。然后因为这个事儿就开始跟我掰扯，她还找我闺蜜吵架去。然后闹得就不可开交，我觉得多大点事儿呢？因为我上一段婚姻就是因为这个前任老丈母娘就在中间给我们这个瞎掺和，所以说就导致这个我现在婚姻状况是这样的了。因为我体验过，所以说我对这种事儿非常在意。我觉得他那个点都特别可笑，他为什么跟我闺蜜吵，然后回来跟我吵呢？是因为有一次我闺蜜就他俩吵架掐架起来了嘛，然后我闺蜜就说那个啊你岁数小，然后说话还油嘴滑舌的，做人也不诚实，小奶狗你也当不好。她就觉得我闺蜜不尊重她了，侮辱她了，觉得我闺蜜不尊重她是跟我学的。这个事儿的起因是我觉得她先欺骗了我，她有孩子这件事儿。但是他就把这事儿抹了不提了，就一直在说是我闺蜜不尊重他，就我觉得我有一种有理说不清的感觉。那你就没有什么事瞒着我吗？我觉得我没有任何事他有什么事瞒着你啊？他也有一孩子。他倒是没有孩子，那他和他前男友不清不楚的，一直有联系。我一点都没有不清不楚，就是我和我前男友确实现在还是有联系。但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我前男友他是搞音乐的，然后我俩也相处了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也是奔着结婚去。然后那会儿也相处挺好的。那既然奔着结婚，我们俩就在北京买了个房，但是那会儿房价还挺高的，然后我俩就首付是差不多1人1半吧，我出了150，但是后来就分手了嘛。分手前这个事儿咱肯定得说清楚呀。然后就是他一次给不了我这么多，就先给了我100，然后剩下的呢，我们俩就商量说分期给我吧，然后就是1个月先给我1万，就这样慢慢给着。然后他就觉得我跟我那个前任藕断丝连，觉得我还给人留了个什么通道似的，就为了这个事儿一直跟人联系。我认为这就是埋了一个雷，他就是想给你进行复燃。能方便问一下吗？为什么分手啊？这个当时就是我觉得也是原则性问题，就是他酗酒。他搞音乐，后来就可能没有灵感呀，或者怎么样，就天天就喝大酒，然后就撒酒疯那样。就我觉得以后日子可能也踏实不了了。那他还差你多少钱需要还呀？现在就还差了40多吧，就是。那如果说1个月1万的话，得还50个月。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嘛，因为他确实也赚不了那么多钱，然后就反正先这么就先还着，我觉得能还点总比1分还不了了好吧。好的，说到这儿停。来，那个男朋友，你觉得这事儿怎么解决？关于钱的事儿，你们可以说是打借条，一次性说清楚，或者说让他找朋友亲戚去借，再不行。现在谁能一下借你50万借出来呀？那不行，是不是还有房子？是不是房子可以卖？现在卖了得赔多少钱呀？你就是也给别人留条活路，为别人想想。那你这么关心他呗，还是关心他呗，是不是？这不能把人往死里逼，我觉得你这样真的有点过分。那你可以通过法律的武器，可以去起诉呀。他起诉他也得有一个周期，那不如我现在1个月1个月按着月的来。男朋友，你和你前妻有什么共同财产吗？没有，我们离婚的时候已经他还哪有财产？不全都给了他前妻了吗？那你还不如他呢，他还要回来100万呢。我也有自己的婚前财产，我也有2套房。你也就剩2套房了。然后就因为这个事，其实我觉得吧，我虽然跟我前男友一直联系，可能是他心里有点
不舒服，对吧？但你不能一直因为这个事儿去跟我纠结，跟我那只是房子的事情然吗？后是不是你们两个私下还有别的联系啊？就是偶尔，就因为我前男友他是搞音乐的，然后我们俩在一起也这么长时间，可能我对于他的音乐风格、曲风我也比较了解。然后他可能新做了一首音乐编完曲之后，会发给我先听一下。他是每一次都发 demo 给你吗？也不是每一次吧，反正差不多每个月会发一条歌过来听一下，每个月都发一次歌，就他创作给你，也不是，就基本上每个月，也不能说真的每个月就按着，那还是有点问题的，就是知音呗。我问你啊，这个姑娘，你觉得酗酒的问题的严重性和这个有一个孩子在和你确立恋爱关系之前瞒了你的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哪个错的更厉害？好问题。那我觉得是欺骗更严重，酗酒这个是他自己控制不了。那你为什么犯了原则性更强的问题的现男友为什么不能跟他断？说实话，我现在年纪也大了，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觉得说真的这么不能原谅，也是后来听了我闺蜜说这个事儿，它就是原则性的问题。那你这个事情也触犯了我的原则，那你回家问一下你的父亲，如果说这种事他能接受吗？听老师说了吗？那你跟我分手了，你又不分，咱不吵这个了啊，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俩还能不能继续。是吧？咱能继续再说做哪些调整？还有更大的问题，我还没有跟老师您讲出来呢。你说，就是所以我为什么说他不坦诚，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像刚才说，他是带着家庭任务来跟我谈这个恋爱，就是他在别人那儿炸了一个雷，让我上我这儿买单来了，就是我承担了很多东西。什么意思？刚才他也说了，他跟他前妻不是俩人分开了嘛，然后前妻就带着他那个儿子走了，就俩人就相当于老死不相往来了嘛，然后。那他父母等于大孙子也见不着了呗，然后好像就是从他嘴里说就是思念成疾了，什么吃不好也睡不好，反正就是病了嘛，就人家就想着着急抱孙子了，所以他就是看中了我岁数大，然后我也着急生孩子，所以才跟我在一块儿的。我觉得他跟我谈恋爱就是为了生孩子，没有别的。你是把人想得太坏了。那老师您说啊，虽然我年纪大，但是正常的咱该办婚礼呀，该见家长呀，我想有一个蜜月旅行，我觉得这个要求好像不是很过分吧？而且头婚哈，没结过婚。对，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很过分的要求，但是他就不同意，他说要给我一个打包式的婚礼，就是什么叫打包？什么意思？就是彩礼、婚礼、蜜月。都没有，然后呢？但是他可以拿出10万块钱来，带着我旅行结婚，回来就赶紧生孩子就完事儿了。然后他呢就开始不愿意，就说我们所有流程都得走。我说咱们可能这个年龄已经来不及干这个事儿了。然后后来我又给他说了第二个方案，你还好意思说第二个方案？啥方案？说说。第二个方案，我觉得它不能是方案嘛，我觉得它就是侮辱我啊！他第二个方案是什么？他跟我说了，只要我怀了他的孩子，他就可以写一套房写到我名下来。就我觉得，那你这明显就是物化我嘛！就是你让我给你生一个孩子，换你一套房，领证不领证，反正他也没提。但是我要话说回来，如果说我说咱们领完证了，你怀了孕之后，我再给你套房，那是不是大家都会想这是婚后的财产，我再过一趟，那我是不是又有心眼？那你要真想给我婚前财产，你现在就先给我呀，然后咱们正常领证结婚不是一样吗？啊，我谈个恋爱，然后我给你一套房，我说给你就给你一套吗？所以你要拿不出来，你就别这样说。哎，我问你个问题啊，你就不好奇？一个2岁孩子的父亲跟前妻能闹成啥样？前妻都不允许他去看孩子，这发生了多么恶劣的事才能剥夺一个爸爸去看孩子的权利啊？费都不跟你要，钱我都不跟你要。之前我也好奇嘛，我也觉得这事儿有问题，但我也问他，他说他跟他前妻其实感情挺好的，但是他那个前丈母娘就是老挑拨他们的关系嘛，所以他其实所有的矛盾都是由他丈母娘而起的。不，那他是干了啥事儿？他前丈母娘钱也不要，然后外孙的爹也不让来看孩子，这有多么深仇大恨呀？不是老师，这我没表达清楚啊。是我现在不想和他们家有任何一点瓜葛。你不想和孩子有瓜葛？对，因为我那前任丈母娘的3观实在是太有问题了。由于前任丈母娘的3观有问题，所以你放弃看自己的亲骨肉？是。前妻有问题吗？没有。啊，吓人吓人！就我觉得过去的东西它其实不能代表一切，因为你遇到的人不一样，可能你的相处模式也会不一样。你太会给自己找辙了，行吧？反正我真的是这样想的，所以虽然可能后来我也感受不到他是不是真的爱我了。你今天是让我们来劝劝你男朋友做个调整，继续在一块儿吗？不是，我是想跟他分开了，因为发生了。行，咱们已经这个岁数了。虽然我这个岁数，但是我不能再耗费。之前还是好多我们听起来大的事情，你都妥协了。
啊，但是今天决定不妥协，还有什么事儿？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物化我这个事儿，我没有办法接受。然后慢慢我在想，很多生活的细节都是这样，你说说，慢慢越来越无法接受了。我们听听。就比如说，他给我办了一张健身卡，但前提是什么？因为我现在大爷在家嘛，然后他没事给我发视频，说什么要备孕先减肥，减肥对备孕的360种好处，然后就让我去练，跟我说什么呢？你必须先减下20斤来，你才好生孩子呢。然后说实话，我一次都没去，就是我觉得就有点过分了吧。我只是感觉我把这个话提前说了而已。完全就是当工具人了在用嘛。哎，你怎么失业了呢？我们公司做那个组织架构优化，然后就把我优化掉了。然后我那段时间就是找工作，确实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然后我想在家歇一歇，调整状态。然后呢，他那会儿就天天看我在家什么事都不干，然后也开始数落我。后来他说把我介绍到他们公司去工作吧。因为他是做房地产销售的嘛，然后我觉得也行，毕竟我现在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了，那在家闲着确实也不是个事儿。然后我就去了，我去了之后，他跟我说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我得小心谨慎一点，不能公开我们俩的恋人关系，就搞地下恋嘛。然后我也是这样去做的，但是我心里想的是，因为我之前是在企业里做 HR， 然后他是做房地产销售，就是我们俩工作行业就是差着10万8千里，我对他那个行业也不了解。那我想，既然你介绍我去了，而且你手底下还管着几个小组里的人，你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一些，给我哪怕是给我介绍一些资源呀，或者怎么样？但是都没有，就是不管风吹日晒吧，天气怎么恶劣，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出去找客户，然后找不着，情绪不好，他也不会安慰我。其实也没关系，毕竟我也这个就是工作了很多年了，我也知道新入到一个行业就是会很难。但是呢，就是我们俩地下恋的这个事儿，也是激发了，就是我心里很不舒服的一件事儿。有一天，就是我们和几个同事就在一起站着，就聊天说事儿，然后我就正好就差不多就比这距离还近点，就差不多刚好能碰着他。然后我就这么回头一看，他这块有一个脏，就是泡泡糖还是什么东西，我就下意识想给他弄下来，就是我手还没碰着他呢，他啪一下把我手打开了，然后特别大声吼：“说你干嘛呀？”就那样，然后。老师，这绝对没那么夸张，没那么夸张。你至于吗？我认为那就是故意的，老师。这么多人，谁都看不出来什么关系。他老觉得我是故意显示出我是他女朋友，所以才弄他衣服。女朋友怎么了？我在我们那个公司里边是主管。那你就不要把他弄过去啊！他是你女朋友很丢人吗？我是怕后期如果真有资源倾向于他的话，那别人说闲话说的就会更多了。不，那你现在还在做这份工作吗？我也感觉他现在不理解。没有，后来因为这个事儿之后，我就走了嘛。因为我觉得两个人本来生活上就已经有矛盾了，然后工作上再这样不顺心，就算了吧。然后他不干了，我就在家里边我给他报课，他不去，他闲得难受。给他找了工作，他又不干，然后又自己要走。这么数落我，然后我辞职之后，因为他给我介绍过去的嘛，我辞职了，他又觉得我给他丢人了，回来又跟我大吵一架，觉得我现在就是不思进取了，也没有那个冲劲儿了，就跟个窝囊废一样在家待着了。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了，就是真的很难受，很痛苦。哎，所以现在在家多久了？我现在在家失业差不多也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你失业这段时间，那有没有你也换换这个空气呗，找点自己爱玩的呀？我也带他出去玩过，我也带他去找过我的朋友什么的。那他带你去玩，你开心吗？他带我玩，说实话我不开心。最爱带我玩的一个项目就是陪他去 KTV 唱歌。他和他那些兄弟朋友们一起去，一唱就是一个通宵。然后我说实话，我熬不了通宵了，我就是想早点回家睡觉。我们俩的作息完全不一样。可是他从来我不承认关系，你不乐意，带你去你还要早走。对，就是我希望你能从我的角度出发，为我考虑考虑。我真的不愿意天天熬夜，待到11点多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就说我先走吧。那不也让你回去了吗？但是你咋办的？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一个短信，让我走，然后就拉着我跟他所有朋友们说那个啊，你们赵姐走了啊，她那个得回去睡美容觉了。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我也觉得心里有点难受。就为什么就特意非要说赵姐走了呢？为什么非要说回去睡美容觉？就好像我真的和他年纪就是比他大了很多，然后我有点心里不舒服，但是也没什么吧。但是呢，我走了之后，就是我觉得我毕竟也是一个女孩，大半夜的了走，是顾虑一下我的安全问题呢。可是他也没有，他就是每一次只给我送到电梯口，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络了。每次都是我回到家之后，我跟他说，我说，哎，我到家了。然后我可能他不理我，然后我给他多发几条，或者我给他打个语音，要不就是不接，接了之后又就是跟我吼，又说我觉得我太烦人了，就是没事就联系他。和他的朋友在一起也是。有一次我们在一块儿和他朋友出去吃饭，他朋友就开玩笑或者怎么着，我不知道真的假的，然后就说哟，你现在长本事了，学会什么嫩草拱老牛了。那您说这话，他们想怎么说，我能阻挡吗？
就是你能啊？你当然应该阻挡啊！你怎么不能阻挡啊？你当然应该阻挡啊！我不知道，我前提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你怎么不知道？你就坐在那儿，你怎么会不知道？他还嘻嘻哈哈的跟人家接着聊，就好像也没听见似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反正也可能是我自己多心吧。反正我当时真的你出去吃饭，你是不是也发生情绪？我是发生情绪，然后没事带我出去吃什么网红餐厅。有一次排了真的特别长的时间，就是2个小时，还没排到我们前面还有好多人。当时饿的我就是胃疼了，站的穿高跟鞋，脚也疼。我跟他说，我说咱能不能今儿先别吃了，换一家吃？那咱能不能不跟他说，自己先去吃呢？就是他会跟我吵嘛，你管他呢？无穷无尽的吵。还有就是，比如说他干房地产销售，他们有时候下班晚，就是可能9、10点了才下班，然后我们俩又不在同一个城市，虽然说离得不太远吧，但路程也要40分钟。然后他可能9点多下班了，今天高兴给我打一电话说，哎，你出来吃饭来呀？其实那会儿我可能已经准备睡觉了，我都吃饱饭了。我说那我不去了，然后就不行，电话里一顿吵。那我是为了跟你多在一块儿待会儿啊，什么什么的，就一顿吵。然后后来我就去了嘛。那我吃饱了，我不想吃了。那你说你吃饭，我陪你坐着，咱俩聊会儿天不是也行吗？就因为我去了没吃饭，他又说我觉得他做的都不好，然后觉得我在挑他刺儿，我跟他找茬儿。他出去喝酒也是，我不喝酒，他也叫着我一块儿去。就反正我要不去了，没有顺他的意，他就跟我吵。然后你最后这个说的很对，他和你恋爱的方式就一种，你得顺我的意，让你生孩子你就得生，让你减肥你得减，让你喝你得喝，让你吃你得吃。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你不觉得你很卑微吗，爱的？没办法，我已经这岁数了。哎呀，气死人了！对，你不要再对了。可是就是事实摆在眼前，但是我也想了，就是我虽然这个岁数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的选择吧，实在没得选。你这个岁数咋了，姐姐？你们2位给他俩有什么？咱别说建议了吧，分享一下你们的感受。我觉得人与人的悲欢不尽相同。我跟这哥们儿的观点其实完全相反，他逼着他减肥，他逼着他生孩子，没法沟通，真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小姐姐，你不必要就是为了自己这个岁数担心。如果说有合适的，那咱们在一起会更好；如果没有更合适的，自己也挺好。你看人家都说。有好的咱就找，没好的咱自个儿也能挺好。是因为他还小嘛，到我这个岁数可能也就不这么想了。你现在你觉得自己很卑微、很憋屈、很可怜，是你惯他的。我要是你说让我穿高跟鞋，我都胃疼了，我转身隔壁哪有饭我吃哪儿，你就在这给我排着，你想吃你自己吃，或者我先去吃点，我吃饱了你排上了，我再过来吃你这个。不是最后又要吵架吗？吵就吵呗，你怕什么呀？他一张嘴，你一张嘴，两个人相处不能天天吵架吧？你有问题。为什么怕吵架？你怕吵架是因为第一你吵不过，第二你怕失去。你如果不害怕失去，你怕什么吵架呀？这个小妹妹一点不怕吵架，为啥？因为人家第一个她对她自己有自信，第二个她对于这个男人对她的感情是有自信的，否则不敢吵架。我告诉你，这个男人对你的感情你没有自信啊，你对你自己也没有自信，双重否定在你们这儿不等于肯定。那就是一个极度的否定，别一天到晚说什么我这个岁数，你什么岁数了？36岁很大年纪吗？不要老听身边那些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碍着他们什么事儿了呀？你现在在我看来就挺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太自卑了，太没有配得感了。你跟她算不明白的。对，我就是觉得她知道怎么样做能够拿捏你，她知道怎么样做能够得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就是她比你。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他比你更机警一些。你一个完全没有心计的人去跟一个会算计的人去生活，它是一个很累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就现在你们俩就分开。这个先生他还是一个男孩，他会说我要顾及我朋友的面子，所以你不可以早走。我要顾及我朋友面子，所以我的朋友可以骂你是老牛。他就是个孩子嘛，他觉得我兄弟嘛，兄弟比女人重要嘛。所以你要去等他长大。我告诉你，第一，他在你这不可能成长，因为你不是他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征服的女人，所以他得不到成长。你只会对他百依百顺。那么你的配得感就太低了，你价值感也太低了。所以我觉得他一定会成长，但是让他成长的那个人一定不是你。所以我觉得就先这样吧，就也不要再因为情感说找理由了。不，我不同意，人家都已经这岁数了。不是老师，我虽然这个岁数了，咱要不嫁给李先生，咱这辈子还有活路吗？有，哪有？都这岁数了，你要不嫁给他，咱还有活路吗？
我知道老师您这么说。你要不踏踏实实减肥20斤，你要不给人家赶紧怀一个孕再结婚，你告诉我你活路在哪儿？说。我开始真觉得没活路了，但是后来我想通了，就其实有活路的。世界上又不是只有这一个男人，而且没有男人又怎么样呢？我告诉你，就这一个，就这一个，他能跟你谈恋爱是给你的恩典。那我也不要了。人家比你年轻7岁呢。反正我你不自己掂量掂量，我说的对吗？我掂量了。所以呀，你还不感激人家？人生最后的机会不要放过哦。我放过，就是我放过我自己了。我想那哪成？咱都这岁数了，我真的太内耗了，我每天都不开心。其实我以前不这样。你都36了，你不跟他这么内耗，你这辈子还指望什么呀？你告诉我，你还指望什么呀？人还是靠自己吧。那哪行啊？老师，我明白您的意思。我什么意思？您希望我为自己活着？没有，你误会了。我希望你们2个百年好合。那我觉得您有点恶毒，是吧？我恶毒吧？谁劝你百年好合？是不是谁恶毒？哇，你让我们都没法说话了。那你来这儿之前，谁劝你百年好合的？你告诉我。你自己劝自己。这人恶毒吗？缺心眼儿。不是，他其实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他这种卑微姿态不对，他也知道他自己这么对自己亏了自己，对吧？就好多人都是什么道理都知道，然后做不到。其实你是一个在外人看起来也好，在你自己内心认知当中也好，应该是知行非常一致的女孩。你能够跟自己的前男友分手之后，那么仁义的只要了100万，剩下50万让他慢慢还，你多么的善良仁义，你好啊，多好一姑娘啊！让我们外人看起来她真的不配，她配不上你，她除了年轻几岁，哪儿都配不上你啊！所以姑娘，如果你不再把自己的这些生活的边界、情感的边界、自我的认知统一了，我都觉得你不应该谈恋爱。你谈一次伤一次，你谈一次赔一次，就是好欺负。你上次赔了50万，你这次脸都赔没了，卑微成什么样了？男生，我说一下啊，我觉得你别生气啊！我觉得你这人不太好。我不生气。你这么大的重大事件，自己有一个孩子，你不跟现任去交代，你和任何人相亲谈恋爱，你的自然的所有的属性，你都得告诉他：我是已婚还是离异，我有孩子还是没孩子，我是失业还是就业，我有没有重大的传染病，这不应该说吗？这是责任，这是起码的认知，起码的人性，你都没有。第二，你身为人父，不管你和你前妻、前丈母娘闹成什么样，你不付抚养费，不去探视孩子，你作为父亲你也不配，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这也叫坏。如果你在这2个坏上不调整成好，我们可不帮你。先生，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因为恨前丈母娘，因此和前妻和自己亲生骨肉不相往来，是吗？是。真是吗？真是。女生赶紧跑，因为你知道这是不正常的。就真正的人性，它其实是应该分得轻重的。你丈母娘做了什么？你这么恨她，你恨她也就恨她吧，你居然还把这种仇恨转嫁到自己无辜的孩子身上。你们俩之间的矛盾不是磨合，不是调一调，不是调整自己，而是说你们根本上的冲突，从信任到沟通，到控制，到人品，到你对这个男人其实不了解的。我现在看这男人我不了解，你好可怕。如果你这么下去的话，你众叛亲离。女生啊，你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没有自己的判断力，你也没有行动力，所有问题都看到了，闺蜜早跟你点到了，你觉得啊是吗？真的吗？好的，但是你不行动，不是年龄问题，不是的。你状态很好，是你自己心里的问题，你自我价值感极其之低落，所以说赶紧远离他，远离那些人。你现在应该去赶紧去找一份工作，然后你缺钱，你就应该管那个欠钱的去要，1万不行，1个月2万好不好？你一下给不了2万好吗？因为我现在也没有收入，对吧？我没有时间去看你的音乐，我现在就很难，赶紧，对不对？所以离开他吧，然后找到一个真正的自我。
好的。独立，精神上独立，心理上独立，经济上独立。我挺想说的，女生，其实我很喜欢你，真的。谢谢老师。在这个舞台上，我们见到的凌厉的、冲突的、犀利的太多了。你很柔软，我觉得你永远看到的是那些人身上对你的好，所以我觉得你也值得会有更多的人去很好的疼你、爱你和对待你。我所有付出的那些好，我觉得都是生活当中的土壤，就像撒下的蒲公英的种子一样。你的自信应该就是从这里来的，因为你足够柔软，足够善良，所以你要相信，就像照镜子一样，生活也总有一天会给你你想要的模样。36岁，我们不是说强化这个年龄，而是我想告诉你，36岁也好，37岁也好，46、47也好，当你看到在这一刻，你希望让自己的生活更明媚的时候，你就都是起点，它不是你选择幸福的最后的一次机会。你不用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什么。说说男生，我能理解，溺过水的人都怕水。你在那段婚姻当中，你一直迟迟不肯展开，到底是受到了什么样的伤，让你如此决绝的以这么犀利的一个姿态，浑身是刺的姿态去面对那件事？你不讲，我们也不追问，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这段感情不是用来付你上一段感情的仇的。你把身边所有的人都泛化成了你原来的那样一个对你有伤害的人的那个模样，你是带着那种眼光去解读身边所有靠近你的人，这个东西会让你把幸福到你身边都推开。它是个宝呀，找到这么温柔的一个女孩子，这么有善良的一个女孩子，你真是捡到宝了。但是你不觉得这是宝，你把所有的人都看成了那个拿着匕首冲向你的人，所以到最后你会很痛苦。我知道你这一路走过来，你有着很多，作为一个男孩子你有面子，我不愿意把我的那个伤撕开给你们看，太没面子了。其实没事儿，你不撕给我们看，你要让自己看得到，你知道你到底是卡在哪儿了，你才能够以一个更焕然一新的姿态走进新的关系里，给他一个自由的、舒服的亲密关系里的幸福体验。这个人不幸福不会跟你在一起，他只有幸福了才会和你在一起。听懂我这句话了吧？听懂了，老师。祝你们幸福。我们老师给出了建议啊，我们两组嘉宾都各自思考一下，请回到转门后，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晚的8点到10点呢，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与大家互动，为您的情感困惑答疑解难，更有机会连麦交流。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来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组嘉宾，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走了。啊，没出来，没出来。女生可能彻底失望，觉得男生可能改的空间不大，太懒了，有点遗憾。哎呀，所以成长路上还是很多阻碍的哈。来吧，看一下我们第二组嘉宾，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请开门。哎呀，都这个岁数了，挺好的。正因为是这个年龄了，我觉得我们爱情也好，婚姻也好，其实不分年龄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段，遇到适合的能够幸福在一起的，这才是观点。你觉得我恶毒吗？恶毒。人家小赵临走之前说我恶毒。没有，他是其实意识到自己对自己有一点点不够好，有一点恶了哈。希望大家都善待自己，善待感情。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谢谢我们老师们的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